我不抢了。可是这么多的 ETF 摆在面前，我到底怎么入手？我怎么去选呢？好，我不抢，你便宜的时候我买总可以了吧？逢低可不可以买进？可以，但是前面麻烦您加2个字。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王聊财经》，我是刘宣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一个新的好朋友，而且刚出了新书，也就是超码拔蜡王仲林。那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高息 ETF 海水退了吗？那退休族该怎么办呢？好，我们欢迎超码拔蜡。OK 啊，宣彤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码拔蜡。好，我还是习惯叫你仲林啊。仲林，你是第一次来我们的节目，那我先跟观众朋友讲一下，就是说仲林他不但是一个超级马拉松的好手，可以跑那种100公里的啊，而且呢，你也曾经当过专业的研究员，也待过自营商操盘过，结果你在38岁就赚到了足够让你退休的安全的这个基金。应该这么想说，其实每个人对于退休的那个金额的数字一定大小不一样。是。不过我们会觉得是说，当你除了有一笔还算不错的收入之外，然后你也有一些方式可以在不上班不领薪水的情况之下，你还可以有所谓的稳定的现金流，这种心情会让我们觉得说啊，开开心心的在时间到了就从职场上面退下来这样。最近你出了这本新书啊，是，这非常有意思，因为我看完了，就是超码拔蜡来我家，你是这样跑步跑到人家家里去，帮人家量身定做、客制化的帮他们解决他们投资上的问题。应该说起点是等于是因为我在我自己的脸书上面会跟大家交换一些投资的心得嘛，然后大家在提问，我们也会聊。在聊的过程中，因为有些人他都会讲是说，比如说他说拔蜡，我可以问一下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啊，那他还特别强调说那是我妈妈买的，他一定不能讲是我买的，不能讲自己，对，都是我妈妈买的，我邻居、我朋友。因为我们如果说今天要去分享，不一定是要给他建议，他可能也只是希望我们帮忙确认一些事，所以我们讲是说，那因为我要知道，比如说你什么时候买的。你买的，比如说你的成本是多少，这些东西都太过隐私，所以我才会讲是说，我就开个玩笑是说，那不然你请我到你家去，是，或是说在外面约个咖啡厅，我开个玩笑，他说好，那就当然粉丝说好，那好，我说都说了嘛，他就在细致。然后我讲说，那既然这样子，就坐车去也是个方法，但是我想说，我平常都要把握时间练跑，但是如果周末假日我得到人家家里面去，我练跑的时间就没了。我想说，那就干脆我就跑到你家去，合二为一就对，我就直接跑去。所以说现在包括在双北的地区，当然是比较近，像现在是连台中、高雄，我大概我都有跑过去。但你不会从台北跑过去？我目标是这个样子，但是他们可能要等我2天吧。所以说我大致上都是说，假设要到高雄的话，我大概就是坐车坐到台南，然后从台南开始慢慢的跑过去，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错愕，就是说你真的跑来？我就说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说好我会跑来，我就一定会跑来这样子。OK， 那从这本书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每个人有不同的家庭背景、资金水位，这里面你会不会发现大家有哪一些通病或者迷思是所有的人都会发生的？我觉得他们并不是不懂，而是他们懂太多，懂了太多又接收了太多之后来讲，就像比如这样说，大家最流行现在是高股息嘛，每3个人就有1个人在买高股息，是，然后新的也想买，旧的也想买。然后也不知道，就是听起来都很好，又是一篮子的股票，本质上好像没什么风险。比起单一个股来讲，大家都觉得很好，就是他们的观念也不至于是错，但是在选择上面来讲，因为你听到太多的一些内容，所以说他们在决定跟判断的时候来讲的话，常常就会因为分不出资讯跟杂讯，所以说在讯息量太大而产生了无法决定，大概是大部分的人的通病。有一些人他平常上班，他根本不可能去收集那么多的资讯，你要一个很简单，而且让你持之以恒，每次都做得到，而不是一个你这一次做了，第2次、第3次你就忘了，你就做不到了。那我觉得这是他这个新书最大的特点。今天也要跟观众朋友讲一下啊，就是说今天超码拔蜡他也带了他的新书，要送给我们财讯的观众朋友。那想知道如何获得，请大家把影片看到最后。我还以为是说就愿意跟我一起去跑100公里的就送他了。可以只要5公里吗？可以从5公里开始吗？因为通常这样子来讲的话，大家就离线了，你知道吗？好，那仲林，我们就回到今天的主题 ETF。今年3、4月的时候，大家都在封这个009400，后来有什么0093，治乱嘛？对，我记得那时候我坐公车，我曾经分享过，我坐公车那个公车司机边开车还边跟乘客分享他怎么样把家里的房子抵押，然后就贷款，然后去投资。他说这样他就算他的那个生活费，他就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讲的全车都听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经历过，不过短短的半年，最近大家忽然间你看到新闻是很多人跳车。
然后好像说难道对，然后高股息难道破灭啊？总会就是短短半年出现完全不同的这个新闻。那你觉得你怎么样去看这个？到底高股息 ETF 到底要怎么选才不会最后买了个寂寞就这样子？刚刚讲到这个940啊，或者939来讲的话，其实第一个包括它现在是价格是破发嘛，对，还有就它的配息的金额跟它换算出来的殖利率跟大家的期待感有点不一样。是，不过很多人到后来就会讲是说啊，它至少比定存好。是，但是我会想说，这个跟你原来的预期不一样来讲，我们常常会讲是说，我们投资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努力？对，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是讲究而不是将就。那就等于是说啊，我原本期待是多少，但是当它的表现不如预期的时候来讲，我们说啊，那也没关系，我拿一个比较差的来比，你就会发现说，好像你的标准会越降越低。包括我去很多粉丝家聊到这个高股息的 ETF，我们大概分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刚刚940算新兵嘛。在新兵在发行的过程中，其实刚刚其实宣龙也讲到，因为太专业的东西，包括比如说它的什么选股的逻辑啊，它那些标准来讲的话，基本上那些中文字你每个字都懂，但是组合在一起大概看不太懂。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在书里面有写到一个简单的方式，各位可以去参考一下，就是它的发行的时间点，很少人会去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各位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的高股息的 ETF 大部分的一些选股的标准不尽相同，但是重叠性很大。在重叠性很大的地方，联发科几乎大家都有。对，但是当大家都有的情况，各位可以看一下，你以940，当它在发行募集的时候，他们的一种方式，并不是说今天我募集了大家不管是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资金，然后我在这边等，我等到股价修正了，我再来做买进的动作，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动作。等于是我既然已经公告募集，我募集完毕的资金，我是不是立刻就得买？对，我立刻就得买的时候来讲，坦白讲，我会跟他们讲说，这不是你的错。因为你的前募集来讲的话，以940来讲，他非得要在这个1100、1200的时候，他非得在这个时候赶快把它买进去，是因为他的联发科的配息的一个状况还不错，所以他买它没问题。但是比他晚一点点，像946也是10块钱，他们2个人的发行的成本，光是这一档个股，他们的发行成本就相差了10%，就等于是说，今天你再去判断一档所谓的高股息的 ETF 新兵，第一个。不要先判断它的所谓的名称啊，或是判断它的整个选股的逻辑。坦白讲，你不一定有太专业的一个能力去判断它的选股的逻辑。你先看一下他们那些持股目前的位阶是高还是低。你比如像刚刚看到的联发科，如果他要买联发科的那个当下是在高档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它的买进成本相对高，一定代表它的持有张数就会相对少一点点。是，那领到的息一定相对少，这是第一个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买的成本相对高，你要再去赚取资本利得，你的压力会比较大。我们不至于说你办不到，但是你的压力总会比较大一点点。所以如果说今天是新发行的高股息的 ETF， 它发行时候的大部分的个股都在处于所谓的台股的位阶的高档的时候，你可以先缓一缓，不是不能买，你可以先不用急着买的原因是因为，如果它的发行的时候，那些个股的位阶是在比较偏高的位置，你就可以缓一缓，等一等，再来看看第2次有没有机会再去买它了。就是说根本不用去抢，像那个时候大家一窝蜂的去抢，其实不需要强买嘛。就等于是大家还是难免会觉得说10块好便宜，其实10块跟20块只是一个数学上的差异。是，不要因为好像是10块就特别感兴趣，然后特别去追进去，这是第一点。我是觉得不用抢的原因是，先判断它发行时候的那个时间点，在8月初那段时间是不是有遇到一次黑色星期五加黑色星期一？如果刚好有某一档的高股息的 ETF， 刚刚好在那个时候去买股票，那是不是代表说他买进的成本会比较便宜？那他的张数就会相对多，那他之后领到的股息的金额就会比较大一点点。这个叫做他的时机会比较好，这是第一个，我会建议各位要不要抢，看它的发行的时机，对不对？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还是想说，好，那这么多摆在面前，我不抢了。可是这么多的 ETF 摆在面前，我到底怎么入手？我怎么去选呢？好，我不抢，那之后我是不是股价压回就应该买？你便宜的时候我买总可以了吧？逢低可不可以买进？可以，但是前面麻烦您加2个字，值得。一定是值得你才会逢低买进，就像现在，因为我想很多观众都很专业，因为看节目的人都很专业。台塑在一直跌的过程中，你会不会觉得应该从开始就应该逢低加码？南亚要不要逢低加码？南亚可以要不要逢低加码？是，你会觉得说哦，逢低加码，你爸爸的信要信得对，你大概才有逢低加码的能力，不然你这样子一路逢低加码下来，你大概加不了。
所以记得逢低加码这4个字，它的确是个还不错的投资策略。但是前面请你加上那2个字，就值不值得？要值得，值得你才可以做这种态度。但是大家就回答你说，那值得？你问2个人高股息几趴叫做值得？2个人会给我5个答案，因为他在不同的心境之下，他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给各位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是站在理性的角度去判断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会讲说啊见仁见智。我还问过有些人，他是说不到12%的高股息都该死。我想说，那你去抢会不会快一点点？但是他会认为说，很多的高股息在某一次，它的配息配的超级好。就像你看到940，我们以940来讲的话，如果它是不是它也曾经，如果以回撤的角度来讲，它配个10%以上，好像也不过分。不过各位记得，我以940来当范例，在它的公开说明书或是在它的行销的一些所谓的文案里面，它会告诉你是说，因为它虽然是刚发行。但是他以他的一个选股的逻辑去做回测的时候，代表说，如果我在2019年我这一档940我就发了，那我的每一年的殖利率大概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很好嘛，有的时候稍微低一点点，那平均是8.6%，大家一看到平均8.6%就很开心，就觉得好像还不错。不过我记得，你如果要挑高股息，我建议各位先看及不及格，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回测的过程中，你会看到一个最低的数字。6.4%就代表是说，如果是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的情况之下，我好歹都还有6.4%，再差都有6.4%。如果你认为这个叫做值得，你就可以开始去换算啦。00940的发行价是不是10块钱？10块钱它是月配，对。那如果是月配的，那是不是代表说你月配的金额，如果以年化报酬率的那个数学来去计算，你的月配的金额乘以12除以10，是不是应该要等于6.4%？你会知道，就是配息金额乘以12除以10，应该要大于等于6.4%。对，那个配息的金额是应该多少？0.053。0.053。那但是他第一次宣告配息的时候，他只配了0.05，这个时候就考验到人性哦。很多人就会说啊，对了，差一点点是不及格，那差一点哦，各位啊，这个差一点点，就是在投资过程中一个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你已经设定了某一种的投资的策略，你也设定了某一些的叫基准值。但是当现实的状况出现之后呢，你又否定它了。就对，有人说投资要很重视你的纪律，你原本想的纪律是这样，结果你每一次都一直修到后来就对，到最后来讲的话，就是6.4%没达到嘛，但是还有5.9%也好，然后再下一次来讲，他现在调了4.8%也好，你当这也好那也好，你就会回到刚刚我们讲到，那叫做将就。所以当你再去评估新的 ETF 的过程中呢，我会建议各位你要去思考一下，就是你在发行的一个时间点是刚刚已经讨论过，再来就是说他第一次宣告配息的时间点，你一定要去看一下他的配息的那个金额，你换算之后值不值得，符不符合他的叫做及格的殖利率。像940就不合格，939也不合格，因为939它当时的它的及格的殖利率是大概是6.6%，回推它15块的发行价，回推它的每一个月的配息金额应该是0.085，它第一次只配0.06。对，你就会知道是说它的价格在修正过程中该不该去做逢低买进的动作。以我的建议就是，当它不值得、不符合你的预期，还有别的可以买。这个观念其实你蛮早在宣扬，可是不是很多人听得懂。他们会觉得说，对了，的确不符合预期呢，不太及格，但是也好。也好这个字来讲的话，就是我对于也这个字我是有点意见，也就是将就嘛。是，就像因为我是女儿，怀孕的过程中，然后比如说怀男生怀女生。如果是男的就好棒，女的啊也好，你听到也好这两个字火就来了。对，所以我就想说也好这个字不是好，因为它叫做你在将就很多的事情。是的，所以不是贪心，记得这件事，不是因为我们要6.4叫做我们贪心，这个叫它的及格的标准，就是对于一些新的 ETF 好。对于旧的像这样929，大家讲说929也是很多人现在在啊叫的过程中，在大概半年前在讲的时候，也是下面来讲，就是他们是很礼貌的骂嘛。很礼貌的骂这样子，因为他们不会骂三字经，但他们讲说就是你这样看嘛，有点太过悲观。但是我跟各位讲说，你以后在看比较老将的过程中，因为他们已经配了很久，你会发现这两个如果我拿来做对比，0056是最老的嘛。对，你有没有发现，既然叫做高股息，这是一个基本观念，就是高股息 ETF， 他买联发科，那我也买联发科。联发科会不会因为买的人不一样，给的息就不一样？不会啊，就是你买多少，而且比如你的成本也是1100，我的成本也是1100，我们领到的息是一样的。那请问一下，那高股息它是从哪个地方能够盯出比个股股息还要高的那个殖利率？是不是一定要靠另外那两个东西？每一档的高股息的 ETF， 它应该会有3个口袋。3个口袋，它如果的资金都很充裕的情况之下，它比较有机会去创造高股息跟延续高股息。
929为什么要做调降？原本它在8月、9月跟10月的时候，这个线是8、9、10、11月的，它大概都还能够从资本利得拿一点来配，就代表说我有3个口袋，因为平准金是等于是，如果说短期间有太大笔的资金进来，我大概才会有到平准金的这个东西。但是资本利得就是你的操作的绩效好不好？当你发现它最近从11月份这一把来讲，是不是代表说这边口袋没钱了？他只好从原始这个口袋去挖老本，对我来讲，股利的所得那叫老本，他只好从这个老本来挖。但你看看0056，他到目前为止，他的账面上面是不是代表他的资本利得还很多？他配的金额超高的，1.07的季配来讲，换算来讲，他的殖利率已经超过10%了。但是它如何延续这种数字，是因为它的资本利得很高。所以说我会建议各位，你在看你手上的高股息的 ETF， 除了看它的数字高不高之外来讲，你可以去看它的比例是哪里。这些东西都查得到的。对，都你去他们家的官网，你都可以查得到。查得到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如果说今天你想买的那一档高股息的 ETF， 或者是你手上的高股息的 ETF， 当你发现它几乎开始都只能用老本在配了，你心里面大概有个谱了，快要有问题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像929的调降，对我们来那就比较不意外了，因为它没有资本利得了。所以它是最新的公告是它的股东人数降得最快的，对，下车人最多。所以说我会建议各位是说，无论是你想买的或者你手上的，记得一定要去检视这个东西。这个官网都查得到，各位可以看一下929，它截至目前为止，这个我是计算到11月份，各位可以看到黄色的是它的前10大的主要的持股，大概已经占了60%几了，账面上是亏44亿。然后如果是前15大持股，账面上是亏了将近65亿。你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能不能够不调降它的配息？跟我们人在过生活很像，就是你的薪水本来应该要分30天，是4个礼拜来花用，但是你在第一个礼拜你花太多了，因为大家都在比高股息。大家都把那个股息拉得很高，就代表说他刚开始配的时候，配到从0.13配到0.20，他配得很高，但是你后面能不能够延续？就像说，如果说你的资本利得的潜在的底气是很够的，你就可以延续下去。但是如果说底气不够，当它变成这个样子，代表说你第一个礼拜你可能是买大蒜面包，你到了第3个礼拜你可能只能买白吐司了。为什么？你前面的钱花光光了。929它面对的状况是这个样子，我可以挑到另外一档0087来做对比。0087它的前10大的持股，目前账面上面的累积的未实现的资本利得191，快200。前15大是230几亿。就像很多人就会说，00929为什么会调降？919也不会调，然后713也不会调，878也不调。0056有不调，为什么有些调有些不调？你看到这个就会知道谁的底气足，谁就有本事不调。这些都是在持有的过程中，或者说你想要去买的时候来讲，如果是你要买旧的，因为你觉得新的压力很大，好像表现不好，你要买旧的，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会比较好一点点。对，也许你选到最后选了一档，你发觉有一点可能资本利得变得比较奇怪的时候，就要开始注意你是不是要减码或怎么样的。其实你至少可以做到，你手上的几档，你至少要追踪一下嘛。我会很习惯，就是不管是跟粉丝或者是跟投资朋友分享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做什么不做什么，你都要知道为什么，不是听说的。对，也不是看到人家减码你就跟着减码，不知道为什么。3个月之前不会有人减码了。对，因为还没出事，但是当你知道该怎么去判断的时候，而且刚才就是你讲这不难，其实都可以做得到了。好，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什么叫值得，什么叫不值得。OK， 可是还是好，你选出来以后，比如说现在假设股市1万点、2万点、3万点，你到底要不要在这个时候买？定时定额以外，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加码或者减码？这个东西是第一个，在免费的看盘软体上面，你都可以看到，都会有的 KD 值嘛。对，就是说各位可以对照下。你会发现有些人会觉得他们总会希望是说在低点的一个价格，他用价格来去判断低点。就像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面在这边曾经跌到过这个叫做谷底的位置，很多人会讲说你再跌来一次我就来买。对嘛，就是以价位来论嘛，对不对？之前跌到谷底，那现在还没到谷底，这里也不买，这里也不买，你怎么样都买，你就会发现是说你好像都没有再买了，就像台积电一样，都没有逢低加码的机会。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讲说以所谓的还原的 KD 值来讲，告诉你是说在股价律动的过程中，现在这个叫做以日线的角度，现在是叫做以最近而言，它到了一个低档，它不见得比前面的低点来的低，价格不见得比它低，但是就它的趋势来讲，它现在是在低档。以日线的角度来讲，你就可以小买一点点。OK， 现在讲的是日线，从日线来看 ，KD 值大概在基本上大概在25以下，以下你大概就可以去小买，因为我们讲说你25在以下就代表它已经到低档，
你就可以去做小幅的加码。那如果说要加码大一点点呢，你就可以把它延伸过去。各位看到周 K D， 刚刚的逻辑是很像，在这边有到一个低点，对不对？对。每个人都说我等到这再来买，等到就从来没有等到这边再来买。当你发现在等待过程中呢，小孩大了，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干，但是你会不会发现，因为周线来讲，它不一定会跌到50以下，你就基本上你抓它每一档的趋势，像我这边是用0056来当做举例，就是当你发现它可能不需要到25，可能是在50以下，它就已经够低了，你就可以去做周线的一个买进的动作。那月线你等待的时间更久，它的这种机会来讲的话，那更是不能错过。光是以最近这一次，你还在想以前，你永远都不要买了。但是当它的月线在这个时间点，它已经达到也是一样达到非常低的位置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不要买在最低点，你只要买在合理的相对低档。日的低档你可以买少一点点，周的低档你可以买多一点点，月的低档你可以大力的买，只要它值得。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值得。它如果是已经不合格了，它不符合你的预期了，简称叫做不值得了。就算它跌得再深，你都会相信有其他的标的会更适合你。是，其实我觉得今天跟您这样谈完一下，我觉得观众朋友应该是最值得的，就是听到了这个值得的内容。对。好，那不只是高股息的 ETF， 超马拔蜡的新书还包括有这个个股，还有债券型基金等等的操作方法，那内容相当的丰富实用。今天呢，他特别带来了新书要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只要订阅财讯的频道呢，并且留言我想破解更多投资迷思，好，你们就留言这个我想破解更多投资迷思，那就有机会获得这个超马拔蜡的新书。我们会提供会员6本，非会员4本。那偷偷告诉大家，如果你加入频道会员，可能中奖的几率会比较高啊。那详细的参加办法我们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欢迎大家到资讯栏观看。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也欢迎收看我们其他的影片。我们下次再见，谢谢老师，谢谢，拜拜，大家拜拜。